韩国的水利专家郑国为什么要给秦国修一条灌溉水渠呢？耗费10年、数十万民夫修建的郑国渠到底是一项什么样的工程？它在哪里？对秦国又有什么影响呢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郑国渠。讲郑国渠之前，要先提一个人，就是李斯。李斯是楚国上塞人，他年轻时做过掌管文书的小吏，后来拜荀子为师。荀子的思想接近语法家的主张，也是研究治理国家的学问。学成之后，他经过对各国情况的分析和比较，决定到秦国去寻求机会。他到秦国后，很快就得到了秦相吕不韦的器重，当上了秦国的小官，有了接近秦王的机会。有一天，他对秦王说：“现在秦国强大，大王贤德，消灭6国就如同扫除灶台上的灰尘那么容易。而现在就是完成帝王之业，统一天下最好的时机，千万不能错过。”李斯还奉劝秦王，应该派人拿着金钱和宝物，到各国去收买、贿赂、离间6国的君臣。后来证明，这招果然有效，李斯被封为客卿。对于6国，李斯提出应该先灭韩国，以恐他国的吞并顺序。公元前246年，正当秦王计划要攻灭韩国的时候，韩桓王在走投无路之下，采取了皮秦的策略。他将著名的水利专家郑国派到秦国成为细作，让他游说秦国在泾水和洛水之间穿凿一条大型的灌溉水渠。表面上是为了发展秦国的农业，其真实目的则是要耗竭秦国的实力，又使秦国把人力和物力都消耗在水利建设上，这样秦国就无力进行东伐，韩国就有了喘息的机会。秦王嬴政采纳了郑国的建议，立即征调大量的人力和物力，兴修大型灌溉渠，由郑国主持。可正在施工的时候，韩国派间谍皮秦的阴谋败露了。秦王大怒，要杀了郑国。郑国不卑不亢地对秦王说：“当初的确是韩王派我来当细作的，但是如果水渠能够修成，对于韩国来说，只不过是多延缓了几年的寿命，而对于秦国，那可是建立了万世之功啊。”秦王听后觉得深以为然，决定支持郑国，就让他继续主持修建水渠。可后来，东方各国也都纷纷地效仿韩国，派细作到秦国来做客卿。大臣们就对秦王说：“其他国家过来的人，都是为了他们自己国家的利益到秦国来搞破坏的，恳请大王下令驱逐一切来客。”于是秦王就下了逐客令，包括李斯在内的其他6国人都要被驱逐出境。李斯给秦王写了一封信，劝谏秦王，这就是著名的谏逐客书。他说：“秦穆公求贤人，从西戎请来由于，从楚国请来百里奚，从宋国迎来简书，从晋国迎来丕宝和公孙支。因为任用了他们，使秦国能兼并20国，称霸西戎。秦孝公重用魏国来的商鞅，实行变法，使秦国富强，打败了楚国和魏国，扩地千里。秦惠文王重用魏国人张仪，打破了6国的合纵抗秦，迫使各国臣服于秦国。秦昭襄王得到范雎，削弱了贵戚力量，加强了王权，蚕食诸侯，使秦国成就帝业。这4代秦王都任用客卿，他们对秦国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如果这4位君王也下逐客令，秦国就没有富丽之实，也没有强大之名。秦王嬴政明辨是非，果断地采纳了李斯的建议，立即取消了逐客令，并重用李斯，封他为廷尉。再来看郑国修的灌溉渠，渭河从关中平原穿过，注入黄河。泾河流经今天的长武、滨州、泾阳，在高陵的陈家滩注入渭河。由于泾河在汛期时含泥沙量大，河水变得浑浊，在注入渭河时，2道河水一清一浊，色泽界限鲜明，因此泾渭分明这个成语就是这么来的。在泾河和洛河之间是东西数百里、南北数十里的平原，而这片平原却是泽鲁之地，无法耕种。郑国就是要从泾河引一条渠流经这片区域，注入到洛河。这里西北高，东南低，郑国就充分利用了这个地形，修一条干渠。干渠东起中山，西到户口，中山和户口后来分别称为众山和谷口，都在金阳县西北，隔着泾水，东西相望。干渠沿着北面山脚向东伸展，自然的将干渠分布在了灌溉区的最高地带。
郑国又在谷口修建实验坝，抬高水位，拦截泾水入渠。这不仅能最大限度地控制灌溉面积，而且还能形成自流灌溉系统。渠的主干线沿北山南路自西向东伸展，流经今天的泾阳、三原、富平、蒲城等县，最后在蒲城县晋城村南注入洛河。干渠总长近300华里，沿途又拦腰截断了沿山的河流，将野水、清水、浊水、石川水等收入渠中，以加大水量。在关中平原北部构成了密如蛛网的灌溉系统，使高旱缺雨的关中平原得到了灌溉。郑国渠修成后，极大地改变了关中平原的农业生产面貌，用含泥沙量较大的泾水进行灌溉，增加了土质肥力，将泽鲁之地变成了良田，农业迅速地发达了起来。据《史记·河渠书》记载，郑国渠修成后，将之前的泽鲁之地变为耕地达4万公顷，换算成今天的亩数是110万亩。每一亩能收粮食达1中，换算成今天的公斤数是每亩100公斤，比其他地区的土地提升了6倍之多，使关中变成了沃野之地。而韩国疲信自保的阴谋却适得其反。这项巨大的灌溉工程浇灌出了秦国的万顷良田，还把盐碱地变成了沃土，在农田灌溉技术上是一个伟大的创举，也为秦国灭韩以及灭其他5国都提供了巨大的经济保障。为了肯定郑国的功绩，水渠修成后，秦王嬴政就将水渠以郑国的名字命名，称为郑国渠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鸿门宴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，那么此次事件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呢？前因后果又是什么呢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3维地图讲解之鸿门宴。楚怀王派出2路大军进攻秦朝，一路是宋义率领的北路军，一路是刘邦率领的西路军，并且约定谁先攻入关中，谁就是关中王。刘邦率领西路军一面攻城略地，一面发展兵员，壮大队伍。因为没有遇到秦军的主力，所以相对顺利很多。随后通过武关进入关中，屯兵于坝上。秦王子婴出城投降，秦朝灭亡。刘邦就率军进入了咸阳城。此时他已被胜利冲昏了头脑，他一面派人驻守函谷关，阻挡项羽的北路军，一面在咸阳宫里尽情地享受着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。他认为只要守住函谷关和武关等重要关口，就可以在关中平原高枕无忧了。樊哙跑来劝他，让他不要忘了秦朝的前车之鉴，可刘邦根本听不进去。张良只能亲自来劝，并给他分析形势，他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，赶紧命令属下登记好财物，封锁府库，便率领全军撤出咸阳，返回坝上。再看北路军，宋义因为屯兵观望，不敢去打章邯，被项羽矫诏杀死，楚王便任命项羽为主将，统领北路军。项羽掌权后，立即率领楚军破釜沉舟，渡过漳水，与诸侯联军一起，在巨鹿打败了章邯和王离的秦军主力，王离战死，章邯投降。之后便向关中进发，在走到西安城南的时候，项羽将20余万秦军降卒全部活埋。之后到达函谷关，但函谷关已经被刘邦派人占领，不准项羽率领的诸侯联军入关。可凭刘邦派出的这点兵力，怎么可能阻挡得住项羽呢？最终函谷关在英布等将领的强攻下失守，项羽率军一直推进至细水以西。听说项羽攻破函谷关而来，刘邦的手下左司马曹无伤就偷偷地派人去给项羽通报，谎称刘邦已经委任了秦王子婴为丞相，将咸阳城内的所有珍宝都据为己有，并且还准备自立为关中王。项羽听后异常愤怒，便与谋士范增一起商议对策。范增分析说，刘邦在入关前是个贪财好色之徒，可入关后却又不夺取财物和女人，说明此人有很大的野心。另外，算命先生曾说过，刘邦具有天子气，所以为了避免将来成为祸害，应该尽早除之。于是项羽决定次日清晨就兵分4路围攻刘邦。不巧的是，范增和项羽的这段对话被项羽的叔父项伯给听到了。早年间，项伯因为杀了人被官府追捕，是张良救了他。为了报答张良的救命之恩，项伯便连夜赶往刘邦的军营，
告知情况后，让张良速速逃亡。但张良却不肯独自逃走，决意要将此事报告给刘邦。刘邦听过后非常震惊，连忙问张良该如何应对。张良说，此时唯有通过项伯从中协调，看能否打消项羽对你的疑心。于是刘邦连忙召见项伯，不仅以兄礼相待，还请求和项伯结为儿女亲家，巴结项伯，并请他回去后一定要向项羽求情，说我入关后秋毫未犯，登记了官民，封锁了府库后，就退出了咸阳宫，一直等待着项将军来主持大局。项伯答应了他的请求，并告诉他明天一定要赶在项羽大军开拔之前去向项羽请罪。随后他也立刻返回项羽的大营，把刘邦的话带给项羽，说明了刘邦的善意，并且强调说刘邦已经打下了关中，但他秋毫未犯，全都交给你，所以他对我们是有功的，你若杀了他，便是不义之举。项羽听说刘邦如此谦卑，也就同意不杀他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刘邦就带人来到鸿门面见项羽。见面后，刘邦就对项羽说，我和将军合力攻秦，将军占河北，臣占河南，我是侥幸率先入关，灭掉了秦朝，并且还能在这里见到了将军。可恨的是，有小人在中间挑拨离间，才使我和将军产生了误会。项羽便说，都怪你手下的曹无伤，是他派人给我说你想当关中王，否则我怎么会生气呢？随后他就邀请刘邦进入了宴会。再看此次宴会的座次安排，项羽和项伯向东就坐，范增面朝南，刘邦面朝北，张良则面朝西服侍着。这有什么讲究呢？按照秦朝时期宴会的惯例，面朝东的位置是最为尊贵的，一般情况下会让主客坐在这个位置上，但项羽却自己坐在尊位上，这表示他并没有把刘邦当作平等的宾客来看待，而只是把他当作自己的属下。刘邦则更为识相，他不仅不坐尊位，甚至都不坐在项羽的对面，而是面北而坐。因为要是君和臣同时在场的情况下，君是面南而坐，臣则只能面北而坐。所以刘邦这样做是选择了最为卑微的臣下位，表明自己有臣服之意，并不敢与项羽平起平坐。项羽见刘邦如此识相，也就接受了刘邦的臣服，不打算杀他了。但范增并不了解项羽的想法，他不时地给项羽使眼色，并且按照事先约定好的暗号举起自己的玉珏，示意项羽准备开始行动，杀掉刘邦。但项羽却毫无动静，范增又连举了3次玉珏，项羽还是不予理会。范增便明白了，他了解项羽的性格，一定是被刘邦的谦卑给蒙蔽了，不打算杀刘邦了。那么除掉刘邦的计划，项羽是靠不住了，他便走出军帐，叫来了项羽的堂弟项庄，让他假装去宴会上舞剑助兴，然后趁机刺杀刘邦，这便是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。项庄进入宴会，征得了项羽的同意后，便拔剑起舞。一旁的项伯立刻就明白了项庄舞剑的用意，于是他也拔出剑，和项庄一起舞剑，并且始终用自己的身体挡住项庄，使其无法攻击到刘邦。张良也看出了端倪，偷偷地离开酒席，给在军门外的樊哙通报信息。樊哙便带着剑和盾牌强行闯入酒席，恶狠狠地瞪着项羽。项羽一愣，手握剑柄，连忙询问这人是干嘛的。张良连忙回答道，这是沛公的参乘樊哙。项羽这才放心了，称赞樊哙真是一位壮士，并赏赐给他1斗支的酒。樊哙接过后一饮而尽。项羽又赏赐了他1只猪前腿，樊哙就直接把猪腿放在盾牌上，用剑切着吃。项羽又问樊哙，壮士还能饮酒吗？樊哙则趁机说道，秦王残暴，我们才拥戴楚王，楚怀王曾经许诺过，先入关中者便是关中王。可我大哥刘邦虽然先进入了关中，但却并没有自立为王，而是封闭宫室，还军霸上，等待着将军的到来。我大哥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，你不但没有封赏，而且只是听了小人的蛊惑，就想杀了有功之臣，这莫不是要推翻了暴秦，又要继承暴秦的做法吧？项羽无话可说，只得吩咐樊哙落座。又过了一阵，刘邦谎称要去上厕所，就和樊哙一起走出宴席商议。过了好一阵了，
刘邦还没有回去，项羽就派陈平去找刘邦。此时，刘邦和樊哙都已经商量好了，决定赶紧逃跑。刘邦觉得应该先回去辞个行，然后再跑。但樊哙坚决反对，他说：“现在是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还有必要顾及那些繁荣礼节吗？要赶紧跑，不能再拖延时间了。”于是，刘邦便留下张良善后，带着樊哙、夏侯婴、靳强、纪信等人偷偷地溜走了。他们来的时候走的是渭河南岸的大道，长40里，可逃走的时候走的是芷阳道。因为芷阳道比较狭窄，蜿蜒于骊山的北路，只能马走，不能通马车，距离只有20里。就这样，刘邦骑着马，樊哙等人徒步跟随着逃跑了。刘邦临走前还嘱咐张良说：“我回到军营也就不到20里地，你估摸着我到了军营后，你再进去。”张良便在外面又等了一阵，估计刘邦已经到了，他就走进宴会，跟项羽辞别，并说刘邦因为不胜酒力，就不能当面来告辞了，他已经先回军营了。临走前特意让我奉上玉璧1双，敬献给大王，还有玉斗1双，拜献给大将军。项羽便收下了玉璧，放在桌上。而范增听说刘邦已经跑了，简直都要被气疯了。他接过玉斗，直接摔在地上，拔出佩剑，一剑将玉斗劈得粉碎，并且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：“唉，庶子不足与谋，夺项王天下者，必沛公也。吾属今谓之如矣。”至此，项羽设下的鸿门宴有惊无险地度过了。刘邦险象环生，回到了军营。回来后便立即处死了叛将曹无伤。项羽则又过了几日，率领全军进入了咸阳城。那么项羽到了咸阳城后又会做出什么事呢？请看下集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